于朦胧离奇身亡后，所有的真相都被魔术般的处理掉，但没想到这次站出来的是世界级的靠山。台湾城隍爷生日，1年1度的炸油锅大典上，粉丝把疑似参与夺命饭局的17人写进名单，全部下锅，求城隍爷替于朦胧伸冤。城隍爷机身一句“阳间的不行，就让阴间来”，惹哭粉丝。因为于朦胧在另一个世界里，终于有人替他撑腰了。而另一名英年早逝的编剧，竟也牵连乔任梁和于朦胧案的嫌犯。但事情没有停在这里，越挖越深。网友发现，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悲剧，而是一条盘根错节的暗黑轨道。于朦胧和乔任梁，他们受害于同一个圈子、同一群人、同一套规则，种种恐怖巧合接连爆出。就在网友全力拼凑真相时，曾经的台湾小虎队成员陈志朋突然丢出一段自创短片，片中虽然没有一句提到于朦胧，但网友又哭了，句句不提他，句句都是他。香港导演王晶也补上一刀，爆出娱乐圈的奖项买卖潜规则，连影帝都可能是操作出来的。而这些冰山下的力量，恰恰和于朦胧案里的权、钱、势黑暗力量形成恐怖共振。于朦胧的悲剧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圈子最不敢见光的角落。名利场底下翻滚的是阴影，而阴影里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黑。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袁成。于朦胧离奇身亡后，粉丝怒火沸腾，矛头直指那场传闻中的夺命饭局。于朦胧的离世让太多人心碎，但比心碎更痛的是不能说、不能问、不能查。如今令人欣慰的是，于朦胧背后疑似出手的竟是一个大靠山。据三立新闻网报道，在嘉义鹿草嘉义安溪二皇殿城隍爷生日，皇帝10月11号当天举办年度庆典仪式，炸油锅、引火油、炸油鼎，象征以神明之力审恶克邪。有粉丝把疑似涉入案件的17名嫌疑人写上名单，全部下锅。这下恶人全惨了，粉丝请求城隍爷做主，把恶人全炸起来，判于朦胧冤情得雪。对于粉丝用最古老的方式替于朦胧讨回公道，城隍爷机身林佑君更是说得直白，阳间的不行，就让阴间来。一句话让粉丝哽咽，于朦胧在另一个世界真的有人撑腰了，我们只能靠城隍爷了，请求城隍爷见证一切，审判一切，愿正义不用再翻墙。林佑君解释说，嘉义二皇殿的引火油、炸油鼎源自于奉劝世人弃恶从善的民俗传统。古人云，凡罪孽深重者，亡后将在地府受油锅刑责。一方面，人会想到地狱有炸油锅，有惩罚恶人的油府地狱；另一方面，炸油锅是惩罚坏人，也给世人的一个警惕，有惩恶劝善的寓意，让人心存善念，坚守善道，让社会的善良不断循环。林佑君还分享如何看待城隍爷的信仰。城隍爷、阎罗王都是神界的司法官，被玉皇大帝派到冥府审判世人的功过是非。曾经的台湾小虎队成员陈志朋近日分享了一段自创影片，讲述一只小狗遭主人残害后的心声。虽然片中没有任何关于于朦胧的字眼，但不少网友看完后却直呼句句不提他，句句都是他。12月1号，陈志朋在个人抖音账号发了一段再创作的演绎短片，原创是2021年发布的一段呼吁保护动物的题材。贴文写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短片中，陈志朋扮演的小狗被主人用铁锤击毙后，正在等待上天堂。小狗说，自己生前最后的记忆是很黑、很冷、很痛，还有一把锤子，让网友不禁联想到揭露的于朦胧生前被关密室、殴打和折磨。当被问到是被铁锤锤死的吗？小狗回答，不是，在那之前已经快死了。
这又让人联想到，于朦胧被指在被丢下楼时，人已经死了或快死了。小狗说自己遍体鳞伤，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反抗，小狗回答：我没有力气，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它没有给我食物。于朦胧的遭遇也是如此，他生前几个月变得瘦骨嶙峋，牙齿疑似被拔掉，还被怀疑故意不让他吃饭。小狗猜测自己被害的原因：不够乖，不够漂亮，活泼，但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只因为它是一只小狗。很多网友看完心疼不已，这不就是于朦胧的亲身经历吗？每一句都联想到他，句句不提他，但是句句都是他。他走失好痛，好惨，好黑呀！感谢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语双关，感谢变相发生。勇敢的你也要注意安全啊！陈志朋曾经和于朦胧在《追光吧哥哥》节目中有过合作。于朦胧过世后，陈志朋曾经转发讯息，发了3个核实的图案。接下来说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非常受欢迎，常常卖断货。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服用，而他长期睡眠不足，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近2个多月来，网友持续替于朦胧奔走喊冤，一步步拼凑夺命饭局背后的真相。就在追查逐渐深入时，一段乔任梁的旧画面突然被重新翻出。更让全网炸裂的是，他当年的公开仇人易树，竟和于朦胧案中那份17人名单多处重叠。这个离奇交集让网友直呼太不寻常，不但引爆更大的疑问，也让整起事件的诡异氛围再次升级。乔任梁在2010年的一场颁奖典礼上，他手持奖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点名自己的敌人名叫易树，外号 Lady 呱呱，当时曾经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 Lady 呱呱，制作人就叫易树，引发更多揣测。乔任梁说的易树是指这个人名易树吗？乔任梁还毫不避讳地点评仇家，他的特点是把白说成黑，把死说成活。我随时欢迎他放马过来，但不要玩黑的，不要玩阴险的。网友感叹乔任梁当年的直率，也怀疑他是不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埋下了日后悲剧的伏笔。这段公开怒对因于朦胧案被再次放大，因为于朦胧生前在一次直播中也说过，死亡也可以很艺术这样的话。艺术同音，让2个人的故事被一个人名串联了起来。那么艺术是谁呢？这个人的背景深挖，原来站在娱乐圈枢纽的人，而且和饭局名单上的17人都有多层关联，简直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公开资料显示，易树1982年1月15号出生于湖南常德，现居北京。他曾经担任福星传媒联合创办人和总裁，
是作家、导演、编剧等多重身份的跨界人物。艺术被网友挖出，曾任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高层主管，后来创立了福星传媒，签了乔任梁。福星传媒注册于北京朝阳区，与全国多家电视台合作，与新浪、搜狐、腾讯等大型影音平台也都有深度往来。网友追查，艺术和程青松互相支持，频繁互动。他微博关注了蔡以嘉、吴归涛，河北大双胞胎网红苑子文、苑子豪合作密切，甚至称彼此为好朋友等。这些连接曝光后，让不少网友惊呼：这些巧合太恐怖了！乔任梁和于朦胧两位当红男星都英年早逝，而他们的生命中都悄悄出现同一个名字——艺术。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另一名英年早逝的青年编剧鲁念安也被挖出生前曾经和乔任梁口中的仇人有交集，而他的微博还关注了导演方励，而方励就在于朦胧案件的17个嫌疑人名单中。鲁念安出生于198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编剧专业。19岁的时候出版第一本小说《流年》，一举成名。长相帅气的他曾被媒体称为国民偶像作家。但在第一本小说发表之后，鲁念安突然在大众视野内消失整整6年。据传，他是在和抑郁症战斗，并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创作剧本《我的抑郁症男友》。看过剧本的业内人士都一致对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后来，他耗费巨大心力的2个项目，包括《我的抑郁症男友》，却相继因不可抗力难产。2020年3月初的某天晚上，独居的鲁念安被发现在家中离世，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心脏猝死，但他离世时年仅30岁。鲁念安被发现，他同艺术也曾经有过交集。鲁念安生前在微博上同艺术有过多次互动，说我们都是生命的奇迹。他还曾经推荐过艺术的书籍。鲁念安离世后，艺术也曾经发过追思鲁念安的贴文，特别强调了一直没有深交，偶尔联络一下。导演方励也被发现在鲁念安的关注名单中，更曾经转推过鲁念安的微博。网友再次质问，方励曾说他不认识于朦胧，那认识鲁念安吗？从鲁念安生前的一些文字中，网友隐约可见，他在写作圈和娱乐圈中挣扎，并不想同流合污。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艺术，还被网友挖出是易烊千玺的叔叔。不过，这个爆料中的易烊千玺的叔叔，看长相不太像，至少没有一眼家人的感觉。但还是有网友怀疑，异性本不多见，而且易烊千玺和艺术，他俩都是湖南人。不过，这些说法，易烊千玺从来没有回应过。前不久，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揭晓，24岁的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夺得影帝，不仅首次封王成功，还成为金鸡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没想到的是，易烊千玺封帝却被演艺圈大佬香港导演王晶无情爆料。王晶坐在镜头前，状态十分轻松，他先是肯定了后辈的表现，不过随后话锋一转，说易烊千玺选择的是出演残障人士，由于那些特殊角色的外形颠覆性强，情感张力大，容易让评审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类角色往往要求演员进行极端的形体改造，甚至是展现出毁容式的演技，而这些恰巧能够帮助自己在评奖的过程中抢得先机。但王晶同时强调，这不是唯一的途径，能够演好这类高难度角色，也需要实力支撑。当王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瞬间在网络上掀起了巨大波澜。有人觉得他敢说真话，一举揭露了业界冲奖配方的存在；另有一部分人反对，说王晶抹杀了年轻演员的努力。王晶接着讲述了一段家族往事，进一步抛出了娱乐圈奖项买卖的内幕。他的父亲曾经倾注心血拍摄一部作品，上映后口碑和艺术价值都很不错，
圈内普遍认为他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导演奖。在颁奖典礼的前夜，他的父亲甚至准备好了得奖感言。可是等结果公布时，得奖者却是别人。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奖项被人买走了。更讽刺的是，2年后，他的父亲又随便拍摄了一部作品，却意外获奖，而这就是圈内视为的一种补偿。王晶的这番言论看似随手一丢，却像是把娱乐圈的遮羞布掀开了一角。他太了解娱乐圈的游戏规则，很清楚其中的门道。其实，奖项买卖从来不是秘密。真正可怕的是，这只不过是娱乐圈黑暗拼图中的冰山一角。从于朦胧案看得更清楚，权、钱、势的纠结，黑帮与恶人的暗手，还有那些在阴影里运作的黑暗力量，哪一样不是在台面下汹涌翻滚，左右着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